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像老生常谈的话题，讲到信心。讲到信心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什么？会把信心跟什么联系到一起呢？可能你会想到说，哎呀，如果我生病了，我现在需要有信心，上帝可以医治我，或者我要找工作我教育孩子遇到一些困难，我需要有这个信心那我的祷告。可是我们很少会把信心跟死亡联系到一块儿。但是如果你看今天我们讲的经文那在圣经里面有记录一种信心，或者是说一种信心的一种描述，它是跟死亡联系到一起的。这个信心呢，我们把它叫做死就死吧的信心。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我们首先会看以利亚和撒勒法的寡妇，还会看末底改和王后以斯帖。那最后我们会看新约对这样信心的一种评价。那这些故事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以利亚跟这个寡妇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呢？你知道在当时这个上帝的惩罚所以以利亚就祷告3年零6个月没有下雨，所以他就祷告这几年不下雨。然后呢，那这个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以利亚，就说你呢现在要去西顿的撒勒法去，你要住在那里。然后呢，我会吩咐一个人来供养你，是一个寡妇。然后以利亚就去了。然后他到了城门口，就看到一个寡妇刚好在那里捡柴，然后他就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拿水的时候呢，以利亚又对他说，你也拿点饼来给我。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环境你想一想这个是3年多没有下雨了，然后呢，神说要供应他。你想，如果你是以利亚的话，你想神已经说他要找一个人供养我那你自然而然会想，肯定是一个他既然能养得了我，那他自己肯定首先能把自己养活吧，他至少能够自给自足吧。可是没想到呢，神却吩咐了一个寡妇来供养他。你想这个寡妇，你要不像现在那在那个年代寡妇是很难生活下去的，因为那个年代呢，人们要靠这个男性靠丈夫来去工作，来去养家。所以如果寡妇在那种当时的这个社会当中那能够活下来都不容易。再加上有3年半的这个饥荒，他最缺的就是水，他最缺的就是食物。可是以利亚却说，你先给我拿点水来所以以利亚的这个要求对于寡妇来说真的是过分的，不仅是过分，那是要命的一个要求。因为没有水我给你喝了我就没有了，对不对？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也知道，当以利亚说你再给我拿点饼了，他怎么说他说我现在来捡，你知道我现在为什么在捡柴吗？我就准备捡了回去做点饼跟我儿子吃了，我不就准备死了？那就是他们的最后一顿了。所以上帝却派了这样的一个人来说跟以利亚说，你找他来供养你所以在那个最缺水最缺食物的那个年代，然后呢，神让这个寡妇来供养以利亚。这个对以利亚来说也是一个考验。你没想过他会想，这个寡妇马上吃了这一顿就死了，他怎么能供养我呢？我还有这个厚脸皮找他要水喝，是不是？找他要东西吃。他本来自己自身难保，他是一个寡妇，他本身又是寡妇，还要养自己的孩子，然后呢又加上饥荒。所以对于这种信心来说你要知道，这个信心真的就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要摆上的信心。所以这个寡妇，你看以利亚很有意思，他没有提前跟这个寡妇说，哎呀你放心啦，上帝都会给你啦都会给你供应这些东西，对不对？他没有提前说，他就是直接说，你先给我拿点水，然后给我拿点饼。这个寡妇也很有意思你想一想他自己是不是会觉得很奇怪？你一个大男人，你找我要水喝，我都没有东西吃，你还找我要但是他愿意给他。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寡妇的一个心他也是真的是就是愿意尽力所能及的帮助别人。而且在这里面你发现其实耶稣有引用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对不对那他其实有夸奖过这个撒勒法的这个寡妇这个妇人，
跟犹太人的一个对比，因为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外邦人，这是一个外邦人，然后以利亚是个犹太人，他现在竟然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去寻求一个外邦人的帮助，因为在那个处境里面很明显，以利亚是寻求帮助的一方，对吧？你给我点水，你给我点饼，他找了外邦人，可是这个外邦的妇人并没有因为他自己或者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就拒绝他，反倒呢是要他这个要帮助他，只不过让他做饼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他说我指着有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真的是没有饼了，我就剩一点面了，一点点油，我现在就来找2根柴，回去我跟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所以这个寡妇呢，她出来捡柴，你想一想，她是带着一个怎样的心情来去捡这个柴？她来到这个城门口，是吧？她来捡柴，她就是打算现在我捡了2根柴，我就回去把我最后的，你想这饥荒几年了，3年没有食物啊，她所存的所有的面油都已经用尽了，她就打算这一个吃完就准备死了。这个是她准备要去捡柴的时候带的那种心情，而且她还有个儿子，对不对？你想想这样的一个母亲，她是一个怎样的心来去预备着最后人生的最后一顿饭？然后以利亚还对她说：“你给我拿点饼来。”然后她说：“我真的是没有。”可是她不知道，当她跨出这个信心的一步的时候，她遇见以利亚的那个时刻，其实她本来她是准备等死的那个时刻，可是她遇到了以利亚，她去满足了以利亚给她的要求。其实那个时刻呢，正是上帝拯救她的时刻。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天她拒绝了以利亚，她说我都没有吃的，我还给你吃，你找别人去啊！你有没有想过后面的故事会怎么样呢？她那就是真的就是他们人生最后的一顿饭，对不对？可是当她回应了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要求，他知道这个这个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认识这个耶和华，他说是他至少他能看出以利亚是个犹太人嘛，他们跟外邦人有区别，他知道犹太人信耶和华神，然后他说我指着有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他说我是没有饼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他听说过耶和华的故事，他至少认识犹太人，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他回应了以利亚给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而当他的这个回应呢，其实就成为了他的拯救。后面的故事我们也知道，他们一家就是这个寡妇和他儿子，也正是因为遇见了以利亚，那他们这3年半的饥荒，他们没有饿死，对不对？上帝用了神迹来供应他们一家，他们也存活了下来。所以这个寡妇，他的一个信心是一种怎样的信心？就是把他的身家性命都搭上去的信心。他知道，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他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这个绝望了。可是这个时候，上帝还找你要更多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绝望上加绝望，是不是？你知道，你看上帝做事情的风格就是这样的。我们来跟随神的人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启示这本圣经呢？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告诉我们他的做事风格，让我们能够大概知道说，原来我们信的这位神，这位永生的耶和华神，他是这样做事情的。所以呢，你更加了解他的行事风格，你就大概知道这个后面他会怎么做。你看上帝做事情的风格，很多时候都是不到最后一刻呢，他不工作的，他都是要到最后一刻最紧急最关键的时候他才出手。他从来没有说这个你看以色列人这个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对不对？他不是先把约旦河分开然后让你过，他是先让祭司把脚先踏下去，是不是？然后呢，你看这个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围绕这个耶利哥也是上帝告诉你们先绕城，是吧？先绕再说绕了那么多天也没有什么反应，所以上帝做事情的这个风格呢，就是他总是到最后一刻他才出手，他在救你你看这个到新约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你看到这些使徒们他们被抓的时候他们你看比如说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这个彼得他第2天就要被砍头了，结果呢
他在祷告，然后呢，结果这个上帝就派天使就把他救了出来，把这个门都打开了，是不是？你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上帝没有说好像把万事都具备了，让你已经看到说哦，这个事情已经有一个眉目了，然后你再做出选择。那还要信心干什么？上帝如果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是不是？那还要你要有信心干什么呢？对不对？那你都已经有预设了，就知道说这个事情会怎么成就。可是上帝做事情的风格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展的这个走向的时候，在你完全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选择信靠神，然后上帝为你做很奇妙的事情。所以你看在这个以利亚跟撒勒法寡妇这个故事当中就是这样，上帝没有说哎呀我先把面跟先把这个神迹先行一下给你看一看，已经面跟油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呢以利亚再来找你要饼和这个水，对吧？那这个很简单嘛，上帝已经供应我了，那我给你分一点，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上帝就是在你最绝望的时候，他有些时候还要再 push 你一下，他要让你把你全部所有的一切都献上，把你的命都搭上所以当他说我就死就死吧，那这个时候他真的是这样想的，他真的是字面意思是这样想的，他不是不是夸张。可是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发现转机就来了，神就给他应许了，就说你放心，你不会死的，神会供应你。所以上帝做事情的风格，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主啊，你怎么还不给我这个事情成就？你心里有个预期，你希望上帝会给你预备做什么样的事情。可是你要知道，上帝做事情的方式就是到最后一刻，可能才会给你这个出路。我这个之前呢，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因为我在这个三一神学院读书嘛，大家可能有些人也听过，三一要搬到加拿大去了。那我们住在三一的这些一些同学了，还有这些传道人就会有点紧张为什么？因为你搬走了，那咱们住哪呢？没地方住了嘛，对不对？而且他的这个消息呢，就是很早就放出来，提前给你制造焦虑，是吧？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哎呀，怎么办？那这个我记得这个1年前我还去过一个教会去讲道的时候，我就会提到这个，让大家祷告说：“哎呀，这个明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没地方住了，我们需要看上帝怎么预备。”那上周我又去讲道，也是过了1年之后，我说：“哎，你看，这过了1年，我还是没有找到住的地方但是呢，我相信神呢，绝对不会让我们流入街头。那他不到最后一刻不到5月份都不会让你找到地方住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现在提前担心也没有用所以你看很有意思，就是神呢，他做事情的时候，就是他不耽误事情，但他希望用这些事情来磨练你的信心。就是他要给你准备一个住的地方，不是太容易了；他要给你这个东西吃，不是太容易了，是吧？那你像，即便没有寡妇供应他，你想上帝，你看以利亚的故事，神都用派这个乌鸦给他叼肉吃，对不对？上帝可以派个鸟来供养你，你怕什么？是不是？可是为什么上帝偏要在这个时候，在最没有食物、没有水的时候，找一个穷寡妇快要死了，然后让他去做这样一件他看起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呢？神为什么不提前出手呢？其实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目的，来磨练、训练我们的信心，不仅训练这个以利亚的信心，也透过以利亚呢来拯救这个撒勒法的这个寡妇所以上帝做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就知道说时候还没有到，对不对？要学会忍耐等候相信呢，神的时间到的时候呢，神必定会为你成就那我跟有一些在这边的这个单身的弟兄姐妹，这个聊天的时候也说这个不要着急当然他们说，那你都结过婚了，你生了那么多孩子，你当然不着急了。可是很多时候呢，你知道我们要想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来学习上帝让你学的功课为什么我找工作找半天没有找到，人家一早就找到呢？为什么我找对象找不到呢？人家一早都找到了呢？有很多的功课，我们要知道神是给我们量身定制的，对不对？上帝为什么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刻让以利亚找这个撒勒法的寡妇？神有他的美意甚至在这个绝境当中，上帝还要再逼你一把
啊，你觉得神好像很残忍啊，可是神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实行他的拯救。所以后来这个以利亚就说，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也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所以这个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这个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都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啊，所以你看神的应许啊是后面给他。你知道我们今天的人啊，我们比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啊要幸运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故事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神的应许了，对不对？你要知道撒勒法的寡妇在当时她是没有神应许的，她没有听到神先说啊，你坛里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不短缺，是吧？她是后面才听到的。而我们呢？我们早就听到耶稣讲了很多，是吧？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上帝都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吗？对不对？你们不要忧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就是耶稣早就在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都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上帝早就已经说你们不要忧愁，不要忧虑，不要担心这些东西，神一定会供应你的。就是神的应许早就在前了，已经告诉我们了。啊，可是我们很多时候还很小心。我们还会觉得，哎呀，神啊，你是不是真的会供应我呢？会不会帮助我呢？啊，对不对？啊，所以你只要照神的应许去做就好了啊，你不用担心那么多事。你要担心啊，说实话，你要真的担心，你真的是一天都活不下去啊！我还记得原来我们在国内服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国内生了三个孩子，生了3个儿子。啊，当时呢，我们那个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呢，警察就把我们叫过去，啊，他就说你的经济来源从哪来的？我说教会弟兄姐妹奉献。然后呢，因为我们那时候呢都还是要所谓公开化嘛，所以你所有的账都是公开，你可以去查。他查的时候，他不信，他说你肯定还有别的这个收入来，你怎么搞钱的？我说就是这些，他不信，他说我不可能，他说你就这点钱你能养3个儿子？你3个儿子在这就是3套房子，你知道多少钱？你家里没有上千万，你敢生这么多孩子？哇！我当时突然觉得我很有钱，啊，然后呢，他们就不信，他就说你肯定还有其他的这个渠道，怎么样都不信。后来我们来美国又生了2个儿子，啊，然后呢，我们国内的这个很多弟兄姐妹也说，他说你家是不是有矿啊？是吧？那这个几个孩子以后上大学不要钱吗？结婚不要钱吗？房子不要钱吗？你怎么养得起呢？啊，我告诉大家哈，我根本就不想这个事情。所以你要想这个事情，你肯定就活不下去了，你也不敢生孩子，你也不敢结婚。啊，我在国内服侍的时候，经常鼓励弟兄姐妹，对吧？要结婚生孩子，他们很多时候不敢，为什么？因为这种压力很大啊，真的就觉得哇，这房子哪买得起啊？孩子教育要花很多钱啊，然后怎么样，自己都养不活。啊，我们的确是有这种外在的压力，很多的这种难处，但神都知道。可是我们也要记住神的应许，他必定会供养我们，是不是？你的责任你就生就好了，其他的上帝养，你管那么多，是不是？所以你知道神在这个当中，他给我们的这种应许和盼望是真实的。那我们当时也立志就说啊，你看，因为我那时候跟我们的在教会里边哈，其实说句实话。我在国内服侍的时候，弟兄姐妹的收入、就家庭状况都比我们这个好，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教会其实没有多少钱，我们就是凭信心生活，就是这样。那然后呢，我们就跟弟兄姐妹说，我说我们其实呢，就是想用我们那种生活方式，向大家来展现出说我们这样是能活下来的，是向大家展现出说你们不用担心，像我们这样的，我们都能活下来，更何况你们呢？你们的经济状况比我们好太多了。你们怕什么呢？对不对？上帝都供应我们，难道上帝还不供应你们吗？啊，所以也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鼓励彼此鼓励，啊，那就是这样哈。那所以我其实也不去想那么多。其实有些时候跟弟兄姐妹在这边哈，跟弟兄姐妹聊天，他们就说啊，给孩子存上大学的钱存了多少，什么呀？我什么也没有准备，根本就不想这回事情，啊，就这样吧。你说啊，这个上大学1年要7、8万，是吧？你在这年薪100万，你都不敢养这么多孩子，你都养不起。我这样说，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就凭信心生活。你相信神也是他们的神，
神也是他们的神。我们的责任，父母是把孩子带到神面前，神是他们的神，以后神也供应他们，就是这样，对不对嘛？我们呢，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自己跟神建立好的关系，带孩子跟神建立好的关系，剩下的不管是经济的还是他以后未来的职业什么，那是神跟他之间的关系，神会引导他，会给他呼召，对不对嘛？那个你就不用瞎操心了。你一操心了说，哎呀，我又不敢生孩子，又不敢养孩子又要不敢奉献，因为我要攒钱给孩子上大学，要怎么样那你就有很多的这个焦虑就会来了。那要这个寡妇的话，她是最焦虑的，她就准备最后一顿要吃完就死了。可是呢，她就把这就死就死吧。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要有这种信心，死就死吧，怕什么？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人呢是这个末底改跟这个王后以斯帖，这个大家也可能了解这个故事以斯帖作为王后，这时候犹太人遭难，末底改就对他说就是说要让他来去帮忙，对不对？然后呢就说那个以斯帖就说意思就是说你是王后嘛，你去跟王说一说，是吧？你去透过王来搭救这个犹太人。可是以斯帖说呢，他说，这个王呢有个规则，他说如果他不找我擅自去见这个王，无论男女必被治死，除非他伸出金杖。不然他说我呢现在已经有30天了，王都没有招我了，没有见我了。你想这个老公30天不跟老婆说话，这肯定有问题了，是不是？他这个被冷落了，对不对？然后呢，他就不敢去。然后你知道末底改怎么回复他的吗？末底改没有安慰他说，哎呀没关系啦，哎呀我知道你现在夫妻关系不好，我帮你这个调整一下或者怎么样，安慰他一下，知道你的情绪，同理一下。当然我说这些都是很好的就是我们这个我不是批评现在的这个心理学，而是说呢，我们要看圣经是怎么面对这种事情。就是说你了解，你知道他在这个难处当中，你共情他，你同理他，这个很好，但是那个不是终点。我们现在很多人去安慰别人，去做辅导，很多时候就把这个我就是要把他情绪处理了，他现在很纠结，很焦虑，我把他情绪处理了，就结束了。那个其实不是我们把人带到的这个就是说最终的目的地，因为你处理他的情绪，他现在很生气是吧？你同理他，安慰他，他不气了。那后面他遇到一个事情，他又要气了，他永远在这样的无限的循环当中，他每次都要你安慰他，他每次都要吐个槽，是不是？那我不是说这个不好，你要处理他的情绪垃圾是很好，可是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他如果不来到神的面前，他这些东西呢永远没办法，他是死循环，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处理。所以在这种末底改没有安慰他说，哎呀我知道你现在情绪不好，你现在很焦虑很什么，是不是你知道末底改怎么跟他说？他说你不要觉得你在王宫里面你就强过一切的犹太人，你现在要不说，犹太人必会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而你呢，你跟你夫家必致灭亡。你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你知道从神的眼中来看撒勒法的这个妇人给以利亚吃饼给他水喝，不是你来服侍这个以利亚，不是你把你有的给他，是上帝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存活。你看懂这个意思了没有？就是从这个寡妇来说，她会觉得，哎呀，我就这个饼，就这一点饼了一点水，我给你我就死了，我还要给你供应你。他不是我供应你，是神借着这个机会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能活下来。所以这个末底改就说得很清楚，你如果不出面上帝可以从别的地方来拯救犹大人。是不是？上帝可以从别的地方拯救，不需要你。上帝现在让你是给你机会，是给你机会来参与到神的服事当中，是给你机会让你能够这个不致灭亡。然后他说你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就是为了现在的机会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我们要你看神怎么还找我要这个要那个，我都已经不行了，你还让我奉献时间、奉献金钱、奉献家庭，怎么样？我感觉我献上很多东西给教会了，献上很多东西给神了，神你怎么还不满足呢？你怎么还要这个要那个呢？是不是？我那1/10奉献都不错了，我能够今天早上能够来聚2个小时会都不错了，你怎么还要这个要那个呢？
我们的思维方式要转变，不是神找我们要这些，而是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是我们有这个机会，神给我们的机会来去服侍他，这是我们的荣耀，这是神要借着这个机会来祝福我们，对不对嘛？上帝的律法不是要你看你怎么，上帝又要找我收1/10税，又找我要服侍，又怎么样，给我一大堆压力，又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一大堆事情在圣经里面要求做基督徒好苦啊。可是你知不知道，上帝设立律法，设立这些要求，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希望祝福你，他是希望给你祝福，他不是为了要辖制你，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以斯帖也是啊，你知道他是说王后好不容易做的这个位分，现在你让我去做这个事情，你就等于让我送死，是不是嘛？你让我送死啊！我要是这个王后，我估计我就先跑了，对吧？我就用我的资源，我赶紧潜逃了，是吧？那你这不是让我去送死吗？可是末底改却说什么呢？你现在不做，神可以从别的地方来做。上帝不是说你这么多么特别就非要用你，上帝用你是看得起你，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来有机会参与到他的这个工作当中。你如果不做呢，你和你夫家必致灭亡。所以反倒这样的一个事情，反倒这样的一种态度呢，那可以真的把人转移从这个苦难当中、这个焦虑当中转移出来，而不是把他的这个焦点放在这个情绪上，说你现在很焦虑，我怎么缓解你的焦虑然后让你去见网，不是的而是呢把人带到神面前，让他看到神的心意，让他看到说，哇，神现在给你这个机会，让你现在做王后，你预备你这么这个大概如果你去读，你大概也知道他是真的是神一系列的预备，让他可以成为王后。所以上帝早就已经预备他做些这个事情，那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想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平安无事的，都挺好的。你知道神在预备我们，在装备我们，让你不管是听到学习弟兄姐妹团契那上帝在装备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对是让你打仗的嘛，对不对？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对吧？我们要跟魔鬼撒旦跟这个世界跟这个魔鬼的国要征战，因为魔鬼他是不是这个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来寻找可吞吃的食物，对不对？他在跟我们征战，那我们也要跟他征战。上帝训练我们，装备我们是要做他的精兵，要为他打仗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装备好了，然后呢，当你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遇到这些困难挑战的时候，你要有这个意识，考验你信心，让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你的意思就是，岂不是上帝预备我就是为了现在的机会吗？遇到现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要展现出我信心的时候。平时相安无事，你不需要展现什么信心，你都过得很好嘛。你失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开始要展现信心了，对吧？哇，你这个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你才要开始展现信心，对吧？你平时做王后当然做得很好了你问题来了，你看你能不能这个展现出这个信心。所以末底改呢这个以斯帖呢，他怎么做呢？他其实还是很担心，但是呢他依靠神，他说这样吧，你跟末底改回去跟末底改说，你现在呢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召集起来，跟我禁食祷告3天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里也这样禁食所以你知道他真的是抱着一个必死的决心的，是不是？他不是开玩笑的，他真的很害怕。可是他害怕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让人给他祷告这个就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面对十字架，面对上帝这个愤怒的杯的时候，他会恐惧，他会害怕，他会求神不要把这个杯给他。可是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对不对？所以他在祷告，天使给他加力量。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真的能够在这个当中得到力量呢？是靠着神而来的这个力量所以他说你给我祷告祷告禁食祷告。然后他说我就违例去见王，我死就死吧可是我们知道这两个人抱着必死的决心，死就死吧，其实都没死最后呢不仅没死呢，反倒呢还做了很好的见证神也是透过以斯帖来实行了他的拯救，对不对嘛？我们看到神的做事方式真的是很有意思，他很多时候就是把我们逼到一个绝境，逼到一个难处当中，让我们在难处当中来学会倚靠神。而这个时候上帝做事方式是什么？他不先把这个难处拿走，
他不先把这样的一个困难先移走，他就是让你先进入到这个难处当中，然后来依靠他。这个就像但以理的3个朋友一样，对吧？不是先让他们都这个已经有了金刚不坏之身才扔到火里面，也不是让火这个突然消失了，而是真的就是扔到火里面，就是在火里面，而是在那个时刻，神出手拯救他们。所以上帝做事情的风格，训练我们的方式，就是他训练他的这个门徒，训练我们所谓这基督的精兵这个练兵的一个方式就是这样的，他就是把我们放在这个困难当中，让我们预备这个心智去迎接这个挑战，甚至抱着一个必死的决心，死就死吧。当然对于他们俩，真的就是我说了，字面意义上的就是死就死吧。可是对我们呢，有些时候我们也要有这种决心，虽然可能并不是字面意义上你真的就会死，但是你要有这样一种死就死吧的一种决心，就是说我现在什么都搭上了，我把所有的一切的这个赌注都压到了神你的应许上，我就看神你怎么来为我成就。我不给自己留后路了，也不给自己留退路我也不会想自己有什么样的办法去做，我现在就完全的依靠你，相信你呢会成就你的美意所以这2个人呢，其实给我们看到了很美的一个见证。但是还有另外一群人呢，到了新约里面来总结的时候，你发现呢，新约里面把这些人总结为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对不对？他前面就总结了这样的人，他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由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这个就是讲到以利亚。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新约里面，把这一类人呢，也归于信心的伟人，他们因着信真的是战胜了这个苦难，对不对？战胜了这个难处。这是给我们看到信心的榜样，对吧？就他们说我们就死就死吧，结果呢，上帝搭救了他们没死。可是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就接下来这些人也是死就死吧，结果他们就死了而这些人呢，他们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里、山洞、地穴漂流不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我们的信心从来不是以结果来判断它的价值，不是说哎呀你看我信心很大，这个是成就了就说明这个信心很好很大，不是的。你发现这些人呢，他们就死了。所以信心的价值不是决定于信心的这个结果，而是决定于信心的对象，你相信的是谁。如果上帝定义要让死亡，那就让你殉道，让你死来荣耀他，你要不要顺服呢？你看这个保罗，他就用他自己的这个生命来表达这件事情呢。他说他身上有根刺，对吧？然后他不想要这根刺，所以他向上帝求，可是神没有给他拿走。这个苦难呢，这根刺呢就一直跟随着他。因为保罗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上帝要定义用这根刺来荣耀他，那你到底是想对神说你还是把我这根刺拿走吧，还是你说那我就顺服，对不对？保罗顺服了，然后因为耶稣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所以你看到上帝做事情的方式当中呢，他有些时候他会搭救你，他会帮你这个事情成就，有些时候他甚至什么故意的不成就这件事情。你看那个但以理的3个朋友，他们就是这种信心就叫既或不然的信心，对不对？他说上帝会搭救我，他说既或不然我也不败，我哪怕就烧死了就烧死了呗，是不是？反正呢总有一天得死，是不是？那这个3个朋友他们虽然是从火窑里面救出来了，可是后来他们还是死了嘛，对不对？那总是要死，这个是逃不了的所以我们信心的对象不是在于这个信心的一个结果，而是在于就信心的价值是在于信心的对象。你信的是谁？你把你的信心放在谁的身上，这个才是关键。那至于这件事情有没有成就，至于这件事情怎么成就，什么时候成就，那个是神他有他的美意我们不要去揣摩神的心意，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本是好的，对不对
他给我们的是好的。我们不要说，哎，神啊，你看你真不给我成就，我这么祷告，我都已经死就死吧，都已经把自己都奉献上了，怎么你不给我成就？也许上帝知道不给你成就是对你最好的，你不知道嘛，对不对？但神知道，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不管这个结果怎样，你看，在这一章的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这两类人就并行的列在一块儿，他们都是信心的伟人，他们在神的眼中来看，他们是同样的。这样的伟大的信心，对不对？不是在乎说有的人得胜仇敌，有人就死了，好像他们就有差别。在神的眼中来看，他们是一样的，神对他们的评价也是一样的，这就够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神给我们的评价，对不对嘛？神对我们的评价就好了嘛，对吧？他认可我们不就够了嘛？那至于这件事情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成就，那个是出于神他自己的主权，有神他自己的美意。而且你发现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后面2节经文里面特别还就是说解释了这个疑虑，因为有人会说，你看他们怎么没有上帝没有搭救他们呢？然后你看他在接下来2节就说，他说这些人呢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为什么呢？最后他说，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感谢主。你看在这里面了哈，我们有些时候把信心是只放在我们的身上，说你看我的信心大，我这个事情成就了，是吧？我要怎么样啊？信心就只是对我好像有个什么好处哈，我把自己信心练起来，这样我就可以怎么样。但是神在看待这个信心的时候，他不是从你个人来看的，他是从一个整体来看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凭着信心他们得胜，有些人凭着信心他们就被杀，因为神从他的角度，他不是从一个个人的利益的得失的角度来看信心，他不是从一个个人的一个处境里面来看信心，他是从一个群体当中来看。他说如果他要有个更美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要和我们一同得，不然就不能完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希望我们等他再来的时候，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这些人，不管我们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我们经历的事情也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有同样的信心，那我们就可以共同的来得到荣耀，而那个才是神给我们预备更美的事情。所以你看，神把这个眼光把这个信心的这个眼光拉到了拉到了这个末世，就是拉到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那个成全的时候，而不是只把信心盯在你当下，说，哎呀，神，你这个事情没给我成就我死了是吧？你是不是没听我的？是不是我信心不对？他说你不要只看眼前，他把这个信心呢拉到更长远，拉到这个神要再来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我们那些当年的摩西、以利亚，他们也没有得到所谓应许的。为什么？他要等着我们，等着所有的众圣徒一同得，一同完全，而在那个时候才可以展现出这个信心这个宝贵。所以我们不要把信心呢只看到说，哎呀，你看我现在我有信心，但这个事情没成就，或者我有信心这个事情成就了，我就很高兴哈。那我们不要把信心的眼光只放在这个层面。神要我们放在什么层面？就是首先你的这个信心是不是真正的对神的信心，是不是这种死就死罢的为神而摆上的信心？只要是这样的信心 OK 就可以了，在永恒当中神会纪念那这个信心就是你跟以利亚跟这个我们刚才以斯帖同样的信心。结果怎样没有关系，因为最终我们都得死但是呢，当你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这些众圣徒一同得最后的完全，最后的荣耀，是不是？所以这个才是关键不要看那个结果怎样都在神的手中掌管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鼓励我们要坚持，就是说趁着我们还有今天，我们彼此相劝，是吧？我们呢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刚硬。我们要把起初的这个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最后的劝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责任就是坚持这样的信心，不是说去这个寻求那个结果，因为那个结果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是上帝掌控的。就是说你有个困难，上帝也许让你度过了，也许让你没有度过，你可能就
就停在那里了，对不对？但那个是神他自己的计划，那个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可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就坚持这份信心，不管结果怎样，我们呢都在基督里，我们等候盼望。我们相信神呢会会最后当他再来的时候，会共同的成就这样的一个盼望，是吧？所以我们要趁着今日，你看到没有？他特别强调这个今日，就是趁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注意这个机会啊，我们还有机会来操练出这样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上帝让我们还活着，给我们有机会，他不是想让我们说我们要透过信心，好像是那种功利主义的你有信心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好处，你就可以赚点钱，你就可以孩子都上大学，你怎么样？不是的，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这个完全不是信心的重点。信心的重点就是上帝还让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在今天把我们的信心在基督里坚持到底。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不管我们的未来怎么样，不管明天怎样，我们坚持这份信心。我们相信神的美意是好的，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信心是在基督里面是这个有确据的，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呢，你不管结果怎样，不管就像我刚刚讲的哈，就算流浪街头又怎么样呢？是不是？就算没有地方住又怎么样呢？是不是？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我们不要把那个期待放在结果上。我们不要把期待放在结果上我们要把这个我们人的责任尽到，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把信心放在基督里，是不是？虽然我知道这个就像我说我们找房子就是说你就算流浪街头，其实在美国这个社会，你想流浪街头也不容易，你想饿死也不容易，说实话，对不对嘛？我说真的，对不对吧？你有 Food Bank 嘛？你说你买衣服什么，你没有钱，你买家具，你可以去 Goodwill 嘛，是不是？你实在不行，政府还有 shelter 给你提供嘛，对吧？你在这个社会中，你说我就想饿死，我就想这个都很难所以说我们说实话，这个时代进步到今天，不像以前那个以利亚的时代，他们真的就是饿死了。但是即便今天我们这个物质生活高度发展的时候，我们你知道吗？按道理来说，我们应该比他们有更大的信心才对，因为他们真的是下一顿，就连在耶稣的时代，他都不知道下一顿要吃什么呢，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可是我们今天其实说实话不会那么忧愁下一顿要吃什么，但是呢，你发现我们的忧愁跟他们相比其实没有减少，反倒增多这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虽然我这样说其实我心里面有底，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现实社会当中肯定有地方住了我都不用担心。说实话，其实这个都不需要用什么信心，我说真的，有什么信心嘛？你在这对不对嘛？你又不是在一些这个什么非洲贫穷的地方，对不对？你在美国你还担心没地方住、没东西吃嘛？但是为什么我们还那么焦虑、那么忧虑呢？那我们要好好的反思，是不是？这种在心里面的这种欲望这种对神的信心这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最后我就总结了面对困难和死亡的时候，才展现出信心的大小在用这个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上帝养我们，训练我们那最终是遇到困难的挑战的时候，尤其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才展现出真实的信心第二个，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上帝和神的应许，不是自信，也不是相信说那个结果怎么样信心的对象是最重要的，你要记住这一点。不管结果怎样，你相信的这个对象对了，那就好了这就是第三个我讲的信心的果效了，不在于结果，而是你在基督里的身份。你相信你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神在基督里给你的这个身份是确定的不管结果怎样，你都相信呢有神的美意。那有一天上帝最后称赞的是什么呢？是你的信心，不是那个结果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